小阿狸一听，便哒哒哒的跑到小溪那里，把自己的小鞋子拿了回来。蓝忘机看了看，小鞋子已经脏了，肯定是不能再穿了，回去只能换新的了。裤脚也湿了，衣摆下面也沾上了泥巴，回去都只能换干净的了。蓝忘机把小阿狸抱了起来，然后在小溪那里把小脚丫洗干净，然后掏出帕子擦干，就一手抱着小孩子，一手拿着小鞋子就回去了。小阿狸在父亲的怀抱里笑得开心，拿着自己刚刚摘的2朵小花，他把那一朵白色的小花戴在了蓝忘机的鬓发前，说：“这个花花给父亲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好。”语气带着丝丝温柔。小阿狸又把另一朵小花给蓝忘机看了看，说道：“这个给爹爹，好不好呀？”蓝忘机眼里闪过一丝伤感，道：“好。”小阿狸开开心心地笑了起来。蓝忘机简单的给小孩子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，对小阿狸说：“今天的剑谱练习了吗？”小阿狸一听剑谱就哭了脸，小声地说：“父亲，我今天能不能不练了？我记不住。”蓝忘机垂着眼眸，仔细地给小孩子整理了一下衣领，道：“你今天的功课没有完成。”小阿狸的小手有些不安地动了动，说道：“那我明天再做今天的功课好不好呀，父亲？”蓝忘机不为所动，道：“那你明天的就完不成了。”小阿狸蔫蔫的不说话了。蓝忘机又说道：“你爹爹的剑术是极好的。”小阿狸一听，那大眼睛就亮了起来，那里还有黏黏的表情，兴致冲冲地拿起院子里的小木剑就练了起来，声音稚嫩清脆：“那我也要像爹爹一样厉害。”蓝忘机看着院子里的那个小小的身影，目光陷入了沉思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了一声喊声：“忘机！”蓝忘机回头一看，发现是蓝曦臣，他行了一个礼，声音没有起伏，喊了一声：“兄长。”蓝曦臣点了点头，看着院子里练剑的小娃娃，眉间更温柔了，道：“阿狸今天练剑倒是乖巧。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本来不想练。”蓝曦臣没有问多少，他心里也明白，忘机对外声称是闭关修炼，其实就是不想参与外面的是是非非，别人怎么样与他无关，他唯一心系的便是那个小阿狸。蓝家的孩子本来是15岁才可以赐字，但是蓝忘机就是很执拗，就是不肯，还是蓝曦臣在中间说了说，蓝启仁这才同意。名为蓝幽，字归离，希望他的魏婴可以早日醒来。蓝启仁本来是生气的，但是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续之外，除了脸色不好看之外，竟然也松口了，没有用蓝氏家族处罚蓝忘机。蓝忘机说要闭关的时候，蓝启仁也同意了，只是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蓝忘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带着孩子来蓝氏看他。毕竟怀里那个软乎乎的孩子，蓝启仁看了也心中喜欢，虽然面上不说罢了。蓝忘机也同意了。金光瑶也在3年前身死了蓝曦臣，处理的案子交于兰陵金氏管了。兰陵金氏把金光瑶关在了地牢里，谁知道没过多少天就没气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蓝曦臣看了一会正在练剑的小阿狸，就准备离开了。蓝忘机也没留，说了句恭送兄长，规规矩矩的一句话。过了一会，小阿狸就把小木剑放在一边，就跑过来找他父亲了，说道：“父亲，到时辰了吗？”小阿狸因为练剑，一张小脸红扑扑的，脸上也出了不少汗。蓝忘机从胸口处拿出一张干净的手帕，仔细的给小孩子擦干净了脸上的汗珠。蓝忘机说道：“到了，阿狸很乖，带你去看爹爹好不好？”小阿狸一听，笑着说道：“好。”蓝忘机起身回房给阿狸换上了比较厚的衣服，就抱着小阿狸去了涵洞。涵洞里面无疑是十分寒冷的，在冰床上躺着一个俊美的人，眉目俊朗，只是原本一双桃花眼紧紧地闭着。冰床的寒冷可以护着魏无羡的心脉，也可以保证魏无羡的身体不会腐坏，再加上有蓝忘机的法术助力，躺在床上的魏无羡除了脸色苍白以外，就好像是睡着了一般，除了身体没有温度以外。小阿狸看见魏无羡就跑了过去，他刚刚在路上又摘了一朵小花，说道：“爹爹，阿狸今天给您摘了一朵花花，还乖乖的听父亲的话练剑了。父亲说爹爹剑术很厉害，阿狸以后要和爹爹一样厉害。”说着就把那一朵小花放在了魏无羡的头发上。可惜冰床上的魏无羡并不会回答自己的孩子，也不会夸赞自己的孩子。
蓝忘机走上去，仔细地检查了魏无羡的身体，淡色道：“阿离每天都很乖，他想让你夸夸他。3年了，阿离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自己爹爹一声夸赞，而魏无羡已经3年了还没有醒。”蓝幽到了8岁就要抽时间去蓝氏听讲，虽然蓝忘机有时候也会和蓝幽讲一些道理，但是蓝忘机怕他一直待在这后山处养成沉闷的性子，所以出去交一些朋友也是好的。蓝幽起初还不乐意去，因为他觉得蓝老先生教的他父亲也可以教他，没必要非得去蓝氏听课，而且他也不愿意出去，他又没去外面，外面什么样子他一点都不清楚。但是蓝忘机给他讲了讲，并说道：“阿离听话，去外面可以看看外面的人和事。”蓝幽问道：“那父亲出去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父亲不出去，等你爹爹醒过来。”蓝幽点点头，说道：“那阿离上完课就回来。”蓝忘机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蓝幽8岁了，心智虽然不成熟，但是又不是什么都不懂了。他跑到外面的时候，还是被外面的样子惊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原来云深不知处是这个样子啊！”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，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过去。他去过蓝氏好多次，但是都是在蓝老先生下课的时候，父亲才带他去的。上课去的话，他还真的没去过。蓝忘机把蓝幽保护得非常好，除了蓝氏的个别弟子以外，外面的人几乎没有见过他，只知道韩光君有一个孩子，但是孩子长什么样子，旁人就不知了。蓝幽小跑着到了蓝氏，蓝老先生还没开始授课，学生们却差不多的都来了。蓝幽找了一个没人坐的位置，乖乖地坐了下来。蓝幽没有来个蓝氏听课，学生们并不认识他，看见忽然来了一个小孩子，忍不住就上前来问：“哎，小朋友好，你是第一天来这里吗？”来人也是蓝氏家族的弟子，因为蓝幽看见了那人头上有系墨额，是蓝氏嫡系的弟子。蓝幽笑着说：“是的，我父亲让我来听蓝老先生的课。”那个人说道：“你好啊，我叫蓝苑，你叫什么呀？”蓝苑也就11、12岁的样子。蓝幽笑着说：“我叫蓝幽。”蓝苑不知怎么，这个小朋友给他的感觉很熟悉，不由得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说道：“不会蓝老先生授课都时候一定要认真听啊，不然会罚抄家规的。”谁知道蓝幽忽然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不用啊，我就没有抄过家规。”蓝苑一听就说道：“你好厉害呀，居然都没抄过家规。”蓝幽点点头，他一直和父亲生活，他父亲从来没有让他抄过家规，所以从小到大他确实是没抄过。